Microsoft 目前的 CEO 针对 SaaS 提出了一个预言，将来 SaaS 的服务将不存在。这对软体工程师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考验。到底这件事情怎么去理解，以及对相关的产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部影片会对 SaaS 软体及服务做介绍。首先，我们会说明什么是 SaaS，接着看一下常见的应用，最后解释一下为什么 Microsoft 的 CEO 说 SaaS is dead。首先说明一下什么是 SaaS。软体及服务 （Software as a Service） 基本上来讲，它就是一种软体的交付模式。使用者可以通过网络直接访问和使用基于云端的软体，比如说 ChatGPT 就是属于一种 SaaS 软体及服务。你可以以 ChatGPT 为一个范例，你会发现它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云端运行，软体是托管在供应商的伺服器上面，使用者只需要通过浏览器或者是应用程式访问就可以了。及时的使用，用户不需要安装或者是进行复杂的设置，只要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使用。按需付费，用户可以按月或者是按年支付费用，通常不需要一次性的投入大量的资金。你若要使用 ChatGPT 一些进阶功能，你就必须要订阅。自动更新 SaaS 供应商负责软体的更新和维护，使用者可以使用到最新的版本，比如说 GPT 3.5到 GPT 4，最后可扩充性。用户可以根据需求增加或减少使用规模，比如说用户的数量或者是储存的空间。因为 SaaS 的这些特性，它带来的优势包含了像是成本的效应，我可以降低硬体还有 IT 的运营成本，有较高的可用性，用户友好界面，不需要专业 IT 知识就可以操作，全球的可访问性，只要有网络，我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除了 ChatGPT 是经典的 SaaS 应用以外，事实上我们常用的像是 Gmail、Google 的 Documents、Microsoft 的365都是属于常见的办公室 SaaS 应用软体。业界常会使用协作工具，像是 Slack。企业常使用的客户关系管理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简称 CRM，或者是企业资源管理 （ERP） 都是属于常见的 SaaS 应用工具。所以 Microsoft CEO 说 SaaS is dead，SaaS 即将灭亡。只是上述所有的软体工具吗？事实上，我们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们必须清楚的了解到，它只有针对某些特定场域使用的 SaaS 才有被取代的危机。在那个影片里面，它其实指的是特别的针对企业还有商业的软体 （enterprise） 或者是 business software。在了解它针对对象以后，我们要进一步去说明为什么针对企业或者是商业软体 SaaS 的服务可能会渐渐式微。首先，我们先必须了解 SaaS 在企业或者是商业使用上，它的工作本质是什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去了解为什么 SaaS 有可能会被 AI agent 所取代。针对企业或者是商业的 database 资料库，它主要有4个操作模式 ：create 产生或者是创造，read 读取，update 更新，以及 delete 删除。我们简称为 CRUD。所以我们可以透过 SaaS 服务，根据我的 database 做刚才所说的4个操作，把资讯截取出来，包含了任何你可以想到的资料分析、产生图形、产生图表等等。在客户关系的管理或者是企业资源的规划就非常的重要。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些操作本质上就是透过 SaaS 当做一个使用者界面 （user interface） 来控制我的 database。如果我今天有一个 AI agent、AI 代理，我可以直接跟我的 database 做互动，基本上就不需要使用到 SaaS。而是用 AI agent 直接取代 SaaS 的功能。这时候 AI agent 就是我新的用户界面 UI， 我只要对 AI agent 透过自然语言的使用，直接告诉他我的需求是什么。这时候大型语言模型可以透过工具的使用，或者如果没有现存的工具可以使用，也可以直接撰写程式，得到对应的函式做呼叫，用以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当大型语言模型有足够的能力以后 ，AI 代理就非常有机会在企业或者是商业的应用场景下取代目前的 SaaS 服务。当然，我们也必须理解到，Microsoft 其实在这种 SaaS 相关的产业也有对应的产品在推出，所以他会用这种方式去陈述，也是理所当然。比如说，它的 Copilot 就可以看成是 AI 代理取代 SaaS 的一个界面。AI agent 可以使用 Copilot 直接跟企业或者是商业的 database 做互动。在某种程度上来，这种说法也是有助于 Copilot 的贩卖。至于现实状况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在绝大部分的情况底下，它都不会是极端的。也就是 AI agent 不会完全取代 SaaS 的使用，但是它也不会完全不影响 SaaS。
比较可能的是 SaaS 的服务会因为 AI agent 的导入，会失去部分的市场，有一些 SaaS 服务会直接使用 AI agent 来做取代。虽然不会突然转变为全部使用 AI agent，但是我相信使用 AI agent 的比例在 SaaS 的应用上会逐年提高，也进而逐步影响软体工程师目前的工作项目，甚至有可能取代部分的软体工程师。最后，欢迎在影片下方分享你的看法、观点或经验。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别忘了订阅本频道、按赞，并将影片分享给对 AI 知识有兴趣的朋友。想要进一步学习相关知识，可以观看片尾或影片下方说明栏的推荐影片，补充背景知识，进行延伸学习。